哇哦，新磊，你知道吗？这件衣服啊，就像给你量身定做的一样，太美了。我跟你说，别犹豫了，就这件。啊，这件太暴露了，而且好看是好看，这个价格太贵了，咱们再看看别的吧。你想气死我是不是？天天就找看看别的，看看别的。哎，你说你天天省钱干什么啊？最后这钱都花到谁身上去了？你是不是傻你？走了，就这件，买单去。哎呀，不行，走了，静茹你。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，老朱，哎，你这回离婚花了多少钱呢？嗨，别提了，我总算是明白了。有一句话怎么讲来着？说爱情是艺术，结婚是技术，这离婚呐是算术啊。我跟你讲啊，在一起1天牵手上街的那是一夜情，在一起1年牵手上街的呀那是恋情，在一起5年牵手上街的那是感情，在一起10年牵手上街的那是亲情，在一起30年后还能一起牵手上街的，那才是爱情。我说你这个女人是为了今天同学聚会背了一晚上祝福短信吗你？真够贫的。静茹，我到那边去喝点水啊。好，你小心点啊。哎，你们先聊。好。好了，哎，怎么样？最近好吗？你们？老样子的。哎，没事吧？徐磊。新雷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这谁呀？这是啊？这不是徐大老板吗？我可听说你不回国了呀？啊？他就算来了，肯定也不是来看我们的，而是来看看老亲的杨新磊的吧？是不是啊？你就这么喜欢给人惊喜啊？怎么啦？不喜欢这个惊喜啊？我当然喜欢。我意思是啊，你刚从国外回来，时差还没倒过来呢，大老远跑到机场来接我，太辛苦你了。我就知道你心疼我，没关系啊，时差没倒过来正好。哇，那我就会精神百倍，一个人怎么睡得着？小徐啊，我今天忙了一天，累死了。我估计啊，我挨着床就会睡着了。哎呀，我不管，你陪我说说话也行。来，放开，万一有人看见呢？看就看呗，管他呢。走嘛。走吧。欢迎回来呀。谢谢。新雷，你比大学的时候更漂亮，也更有气质了。哪有啊，孩子都能上街打酱油了，还谈什么气质？这些年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你呢？老婆孩子回来了吗？他们怎么样啊？啊，我一直单身。跟你分手之后的第3年，我找了一个女朋友，可是临到结婚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她并不是我想与之白头偕老的人，所以就分手了。是吗？这样真是很遗憾啊。更遗憾的是，我想跟他一起走到老的那个人，现在却已经成为别人的妻子。哎，新雷，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想一直牵着你的手，从第一次心动，一直到永远。徐磊，别再说这样的话了。人生就像一场舞会，陪你跳第一支舞的人，不见得会一直陪你到最后。哎，那天我们从云城度假回来，你老婆有没有问你什么？没说啊，怎么了？难道她没看到那个安全套吗？
应该不能啊，还是他看见了也装不知道。哼，没想到这个家庭主妇这么沉得住气。你怎么了？啊，哦，没什么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嗨，咱俩之间还客气什么？那我先走了，你慢点开车啊。哎，那你早点休息。再见。拜拜。哎，心蕾。还有事儿？这个城市我已经离开很久了，很多地方也已经陌生。这次回来拓展业务，可能有些地方需要你的帮忙，到时候打电话给你，你愿意帮我吗？我当然愿意帮你，只是我就是个家庭主妇，我能帮你什么呀？哎，这个你放心，我说你能帮我就能帮我。那好吧，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就给我打电话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再见。拜拜。回来了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！自己家里怕什么呀？你不是说明天才回来吗？怎么悄无声息的提前回来了？我刚才一进门看家里灯都亮着，我还以为进贼了呢。明天公司有事儿，临时改了行程。哎呀，我这样穿是不是很奇怪啊？不奇怪，很漂亮。哎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穿得这么隆重？啊，今天是我们同学聚会，本来我都不想去，静茹非拉着我去，我就把儿子送到我妈那儿了。同学聚会，来了很多人吧？是啊，基本都来了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啊，那我先去换衣服了。啊，去换吧。你那个前男友，是不是也来了？你怎么不换衣服啊？我刚才正想帮你整理行李呢，没想到你都收拾好了。我出差的地方特别的热，衣服上啊全是汗臭的味道。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所以先放进了洗衣机。哦，那我等会儿帮你搓一搓啊。喂。啊？是啊。哦。心蕾啊，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了。你不知道那个张主任。
小雪，喂，亲爱的，今天谈判的怎么样啊？还行，虽然两个老外条件比较苛刻，但是他们还是比较有诚意的。而且北京也是我们的地盘，没什么好担心的啊。我就知道有你出马，一个顶俩，肯定把那帮老外全都打趴下了。我支持你哦。谢谢了，亲爱的，有你这句话，我浑身充满了正能量。我看你心情这么好，有件事儿我还真不知道要不要给你讲。还吊我的胃口啊！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啊！那行，我发图片给你吧，咱们看图说话好不好？你赶紧发过来吧，别啰嗦了啊！发微信给你。亲爱的，坦白说，我也是碰巧看到这一幕的。我当时也挺意外的，这两个人有说有笑，一看就是大熟人嘛。而且那个男的肯定是个大款，出手够大方的呀。那包怎么着也有个2、3万吧。哎，你们家那口子呀，平时看上去挺贤妻良母的，原来背地里也是个有花头的啊。你呀，还瞻前顾后的想守这个婚姻不放呢。喂，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啊，我听着呢。我就是想提醒你，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你们俩的关系了？不要到最后被你老婆杀个措手不及。好了，小雪，我知道了，我心里有数。我累了，我先挂了。好，那你先休息吧，我们回来再见，晚安喽。今早发了工资以后，老吴和老孙2个技师就走了，还带走了2个小徒弟，剩下的人也都人心惶惶的。那要来修车怎么办呀？是呀，我也急了。哎，大姐，有客人呢。是啊，太好了。徐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洗车呀。不欢迎啊？不，怎么会呢？哎，欣然，去叫2个工人来。哎，好。到里面坐会儿吧。好。我今天呢，开车正好路过这一带，突然想起来，好像你家的洗车店就在这附近。本来呢，我是想先打个电话问你一声，但我又怕你忙，我就想先试着找一找，结果还真找着了，正好你也在店门口，真巧。是啊，我平时不经常来的，这2天缺人手，我才过来帮一把。爸妈都还好吧？我爸爸前2年去世了。大姐，许先生车洗好了，来，人钥匙。是吗？这么快啊？效率蛮高嘛。看来我以后很有必要来这儿吧。那太好了，欢迎啊！哦，对了，大姐，今天是星期5吧？哈卡是不是2点半放学啊？哦，对呀。哎呀，糟了，我怎么给忘记了？现在几点了？2点20。2点20了。哎呀，你瞧我这脑袋，我都在想什么呀？大姐，你赶紧给老师打个电话吧。对，我打个电话。你别着急，慢慢来。怎么了？电话呢？哎呀，我把手机落在家里了，你瞧。哎，大姐，你别着急，要不然你打车过去吧。是，我先打。行了，打什么车呀？我后面没事，我送你去吧。不用了，我。哎，大姐，你快去吧，来不及了。走吧。是，好，行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哎呀，麻烦什么？赶紧走吧，别让孩子等急了。店里交给你了啊。走了啊。大爷你好，
我是2年级3班高卡卡的妈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来接晚了，他还在吗？里边小朋友一个也没有了，都接走了。接走了？对。不可能啊，我还没有来，他被谁接走了？不是大爷，您要不让我们自己进去找找看行吗？对对对。里边真的没有人了，你进去也没用。今天下午2点半就放学了，现在已经3点多了。哎，我说你们当父母的怎么当呢？啊，现在想到接孩子，早干嘛去了？我们路上遇到堵车了。要不这样，你先别着急，先别着急，打个电话跟班主任问一下。哎，高太太。哎，老师。郑老师太好了，刚才大爷说卡卡被人接走了，他被谁接走了？哦，半小时前被他爸爸接走了。爸爸，你不是说好要带我去科技馆玩的吗？怎么还没去啊？对不起，爸爸最近特别的忙，过一段时间一定带你出去玩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可是不能等太久，我都快要等不及了。是，明白。哎，爸爸是妈妈哎！哎，宝贝，妈妈还到幼儿园去接你呢，你比我到家还要早啊。对啊，今天是爸爸来接我的。是吗？你今天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手机关机，孩子忘了接。要不是我从机场回来的时候，老师跟我打了电话，我把孩子接回家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这2天家里的事情一团糟，弄得我焦头烂额的。今天忘了带手机，还忘了是礼拜5，把卡卡的放学时间给记错了。送你回来的那个男人是谁？是大学同学，怎么了？是你大学时候的男朋友吧？是他，徐磊。但你别想歪了，今天他正好路过美车坊，去那儿洗车，见我着急去接孩子，就顺路的送了我一程，仅此而已。是吗？当然是啊，不然怎么样？这么新的名牌包包，我第一次见你用吗？这么贵的包，我怎么可能买得起呢？其实，是静茹她前2天从国外回来送给我的，我觉得太贵重，正打算还给她呢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就觉得奇怪，静茹怎么这么大方啊？2、3万的包随随便便的送人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比我清楚。今天从进门开始到现在，哪句话是真的？我怎么不说真话了？在我的记忆里，整整3年，你从来没有记错过卡卡放学的时间，为什么今天偏偏记错了？我怀疑你是跟你男朋友约会才会把时间忘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什么约会不约会的？我刚才都跟你说过了，他来店里洗车，正好我也在，才碰上的。你们太有缘了啊！碰巧把你送到了学校，碰巧又把你送回了家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总之我问心无愧。比起你来，我和徐磊再清白不过了。什么叫比起我来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心知肚明。有些话说得太直白就没意思了。我现在还不想撕破脸皮跟你吵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卡卡，走，今天还去外婆家。欣然。哎，姐夫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了。我去公司加班，顺便过来洗个车。哎，大姐没跟你一起来吗？哦，对了，她卡卡有没有接到啊？她最近太忙了，连卡卡放学时间都给忘了。
还好来个老同学来洗车，正好把他给送过去了。哦，我顺便去接了他。总之，卡卡没有丢就行。那就好。哎，你怎么搬回来了？以前很少见你在这里帮忙的嘛。我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情啊？对啊，大姐没告诉你吗？这事儿啊，发生的太突然了，现在全家上下都为钱的事情发愁呢。大姐没跟你说吗？那应该是不想让你工作分心吧。大姐，你怎么了？有话就说呀。哦，嗨，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你跟姐夫现在怎么样了呀？还好吗？我们挺好的，怎么了？哦，就是他今天来洗车房洗车的时候，我看他好像不知道咱们家发生这么大的事儿。他忙的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听我跟他说这件事儿。怎么，你都跟他说了？哦，因为小五跟他说了，然后他就问的我。没事儿，说就说吧，反正他早晚都会知道的。不过跟他说了，也无济于事。我问过他手头有没有钱，他说身边没有余钱。后来我也就没再继续往下说了。还有我呢。哎呀呀，明伟，你出差回来啦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呢？新磊，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做到滴水不漏呢？要不是我来洗车的话，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呢。没告诉。我没有故意要瞒你，你不是说钱都在投资里面没现金吗？我还能说什么呀？而且你现在出差出的比去厕所还频繁，我哪有机会跟你说呀？而且那天那情形，我更没时间说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是杨家的女婿，也算是个儿子吧。家里的任何事情，我有权利知道。妈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晚了，也来晚了。钱我带来了，您尽管用。啊？这么多呀！明伟，我怎么好意思平白无故要你的钱呢？这，就算我借你的，好吗？妈，你这话就见外了。当初我也是个穷光蛋，要不是你和爸看得起我，把女儿嫁给了我，还支持我的工作，我怎么可能会有今天呢？现在家里有难，如果我不伸手的话，会遭天批的。好了，妈，该处理的事情赶紧处理，别耽误了。啊，我得走了。哦，不，你才出差回来，中午回家吃饭吧？啊？不，我公司还有点事儿呢，我临时出来的。改天我一定回来陪您跟奶奶吃饭啊。哦，那也好，一定要来啊。好好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来，快送明伟。哦，快去吧啊，这儿有我们呢。啊。妈，然，太好了！哎呀，真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。不是说没钱吗？我刚签了一个大单子，提成是早晚的事儿，所以我向老大提前预支了一下。那个，昨天我……你先去忙吧啊，我公司还有事儿呢。再见。那你开车小心点。你可以选择还款方式，有3个：一以婚书相抵，2以婚书相抵，3以婚书相抵。选择好了告诉我哦。老杨啊，家里的事儿啊都解决了，
你就放心吧。都说一个女婿顶半个儿，这回呀，都是明伟帮了大忙。哦，早点准备的还挺丰厚的。来奶奶，哎，来多喝点啊。快来吧。啊，来妈坐。粥煮的挺好的。来来，啊，这回明伟可是帮了大忙啊！你做老婆的可不能太过分了啊！你们之间要是有点矛盾什么的，就别得理不让人了。妈跟你说，夫妻之间没有隔夜仇。一会儿啊，早点回家啊。哎，大姐，一会儿陪你去收拾东西。不着急，明天再说吧。喂，静茹啊。面试怎么样啊？顺利吗？我真觉得我跟这个社会已经脱离太久了，已经跟不上节奏了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慢慢来呗。我还慢慢来，我再慢慢来我就……静茹啊，有点事儿，等会儿打给你好吗？什么事儿？喂，老公啊，我在外面买了很多东西，拿不过来，又没有开车，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下？啊，我在开会呢，要不你自己叫车回家吧。啊，我挂了。等我给你吃大的了。明伟，小雪，怎么啦？看到我不高兴啊？没有，我怎么会不高兴呢？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有时间，所以我给我老婆打了个电话，让她过来接我。我估计她差不多现在应该到了吧？要不你先回去，晚点我再给你打电话，好吗？什么意思嘛？喂。喂，老公啊，我开错路了，一时半会儿可能到不了火车站，要不你自己打车回家吧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那你小心开车啊。走吧。
爱的，我今天来接你的时候，差点被车撞了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怎么可能呢？以后开车注意安全啊！哎，对了，难道你没看到那车的屁股都凹进去了吗？干嘛？没事没事。你干什么呀？你心不在焉的呀？我哪有？来，过来。新雷，这么巧在这儿碰到你了。是你啊，徐磊。不是，新雷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我没什么事儿啊。那，你没开车，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只想一个人静一静。走了那么远的路，喝点水吧。你跟来干嘛？啊，我看你精神状态不好，放心不下你，所以就跟过来了。我没事，你放心吧。新磊啊，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，真的不要憋在心里，说出来吧。说出来之后，你会舒服很多的。我真的没事，你走吧。我只想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。喂，静茹啊。那你没问他是什么事情啊？我当然问了，可他就是不肯说。但他不说，我也能看出来，他现在精神状态非常差，好像受了什么重创似的。那我估计又是她老公的事情。她老公？不是，静茹，你现在能赶过来一趟吗？我真的放心不下他。我想你如果过来一趟的话，他会好一些吧。不行，我现在正要开庭了，我实在过不去。徐磊，你听我说哈，他既然不想你过去，他想静一下的话，你听我的，在旁边守着他，别让他出什么事儿。我现在就担心啊，他想不开。我会看着他的。行，那你先忙吧，我没别的事儿，我先挂了啊。哎，再见。披上这个，这儿风大，免得着凉。你一直在这儿？这片海滩太僻静了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。徐磊，谢谢你。可我真的没事儿。我一个人在这发呆就够了，你没必要花时间陪我。新磊啊，你真的没变，还和以前一样，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喜欢闷在心里，喜欢自己扛着。但你这个习惯真的应该改一改，虽然这样做很坚强，但长此以往，你真的会憋坏的。
你要去哪儿？回家。那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开车过来送你回去吧。那我帮你打个车吧。新磊，你回来了。新磊啊，这位是？他是我老公高明伟。哦，高先生，你好，幸会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新磊大学里的男朋友。我见过你照片。啊，新磊啊，你已经平安到家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先回去了啊。徐磊，谢谢你。哎，这都不是事儿。你回去之后呢，好好休息啊，别多想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啊，回见。回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师傅，开车。你当我是空气啊？如果你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新磊，杨新磊，杨新磊，你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你坐下。上次你接卡卡的事情，的确是我误会了你。但今天这个情况，你怎么解释？我没有什么需要跟你解释的，倒是你。难道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我？难道要我说我老婆跟她前男友旧情复燃，当着我的面给我戴绿帽子吗？我不应该开心？你还真是恶人先告状。什么恶人先告状？你心知肚明。是，我对你跟徐磊的事情心知肚明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容忍很久了。既然你一再挑战我的底线，那我告诉你，不要怪我不客气。高明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跟我来。哎，你干嘛？我问你，这个包真的是静茹送给你的吗？当然是。你装，你还装！这个应该可以作为证据了吧？这个包明明是你前男友送给你的，你为什么说是静茹送给你的？你跟踪我啊？我有这个空吗？是我同事看到了，拍下来发给我的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不知道被瞒到什么时候呢。你的同事？你哪个同事这么热心，这么八卦呀？少打岔！你承不承认？没错，这个包是徐磊送给我的，那是因为我帮了他的忙，他出于感谢我才给我的，并不是你想的那种龌龊的事儿。你还狡辩！如果不是我想的那样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呢？那是因为我知道，我只要说了实话，你就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杨新磊，我告诉你，我拿到了照片之后，我一直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，因为我不相信你是这样一个人，因为我相信你，但现在看来，我看错了人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高明伟，
你既然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栽赃我，那就不要怪我也让你难堪了。让我难堪？我有什么好难堪的？你说出来我听听。你怎么说这么多话呀？心虚了？害怕了？我心虚什么呀？我又没做过什么亏心的事儿，我心虚什么呀？你说。高明伟，这一次你出面帮了我们家，救了爸爸留下来的美车坊，我们全家都很感激你。我甚至想过，看在我们夫妻多年的情分上，看在孩子还小的份上，看在你对杨家的恩情上，我愿意原谅你那些不堪的所作所为。只要你离开那个女人，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愿意再给彼此一次机会。离开哪个女人啊？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别无中生有。我无中生有？我无中生有？你给我看的那些都是什么莫名其妙的照片呀？你喜欢看照片是吧？好，我也有。我让你看个够。很遗憾，今天下午我并没有走错路，我去火车站了，而且去得很不是时候，差点耽误了你们俩的好戏呢。这个女人，她叫谭雪是吧？她就是你手机里的 TX， 对不对？是又怎么样呢？她是我一个同事，哎，我跟同事出差回来不行吗？他是你很好的同事啊，那为什么那一次我们在西安店里遇见的时候，你们两个连个招呼都不打呢？我根本就没有看见。还有一次，你跟我说你去云城出差，其实是和他去绿岛度假了，对不对？这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为什么我帮你收拾行李箱的时候，我会在里面发现安全套？这是为什么？这更不可能！你别捕风捉影。我捕风捉影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整天不去上班，我在家里胡思乱想，我在外面拼命，我为了谁呀？你从来不替我考虑考虑，净想那些事情。高明伟，事已至此，你觉得你还这么继续演下去有意思吗？你至于非要把我逼到无路可走才好？是你逼的我。新磊，这可能是个误会。同事关系可以好的光着身子一起躺在床上。今天下午你们是在万里酒店开的房吧？你知道吗？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还会一直这么相信你。你到底要骗我骗到什么时候？我真希望自己是个瞎子，那样我就看不到这一切了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么对我？你说呀，为什么？新磊，别碰我！拿开你的脏手！滚！滚开！
卡卡睡了吗？杨新磊，既然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秘密，那我们索性摊开来讲。我希望你能心平气和一点，好吗？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2年多了。？2年多了。你们在一起2年多了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你认为原因都出在我身上吗？你为什么不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呢？什么叫从我自己身上找原因？我哪里做错了？我哪儿对不起你了？自从我们有了孩子之后，你再也没有关心过我。每天早上醒来到睡觉，嘴里全是孩子，孩子，孩子。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？我是卡卡的妈妈呀。妈妈关心孩子不对吗？卡卡那么小，你1年中有半年多都不在家，我要再不关心他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我并不是说你疼爱孩子有错，但是你要明白，我讨一个老婆回来，不光是为了传宗接代、带带孩子，我也不是一个赚钱养家的机器，我是一个活生生的男人，我需要关心，需要疼爱。可这些年，你给我多少疼爱了？我们多久才亲热一次？到最后，甚至每天的亲吻和拥抱都没有了。所以你就要去找另外一个女人，从她的身上得到这一切，是吧？我有这么猥琐吗？我虽然是一个销售总监，表面上很风光，可是现在市场有多激烈，压力有多大，我也需要有宣泄口，需要有人来关心我。我每天回家之后，你只是象征性的问候我一下，然后就跑向了孩子，每天都是这样，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？所以你就找到了另外一个安慰，就是那个谭雪。至少他愿意听我说，愿意听我唠叨，他也能够理解，愿意给我一些宽慰。是啊，红颜知己，这是每个男人都梦寐以求的。是男人的梦寐以求。你以为你在徐雷的眼里不是这样吗？这跟徐雷有什么关系啊？跟徐雷没有关系吗？我问你，这些年来，你有没有彻底忘记他？他10几年前的照片你都不舍得扔掉，你还有什么资格来问我？我跟徐雷，我问心无愧。你既然不愿意相信我，那是你的事儿。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。你这么说，我就会相信你了吗？我承认，我不中意你在先，可是你和徐雷并不亚于我们啊。我知道了，你就盼着这一天呢吧，好跟我摊牌，是不是？我只是没有想到，这一天会来得这么早。我也没有想到问题会这么严重。看来，我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，让彼此冷静冷静。等冷静了之后，我们再决定，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再在一起。明天我会搬出去住一段时间，你和卡卡继续住在家里。等我们想明白了，我们再来谈，好吗？
哪个小坏蛋在干坏事呀？哎呀，哎呀，小爸爸嘛，来亲一下，亲一下。怎么了，卡卡？爸爸，你今天怎么睡到这儿啊？爸爸昨天晚上回来晚了，怕吵到妈妈，所以就睡到沙发上了。爸爸，你拿着箱子是不是要出远门了？你是不是又跟妈妈吵架了？爸爸怎么跟妈妈吵架呢？不会的，爸爸明天要出差。乖，我就知道，即使你们俩吵架了，你们俩也会和好的。来了。Surprise！ 你不是出差了吗？对啊，航班改到晚上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？是你秘书告诉我的，他说你在这儿订了一间酒店，入住时间是半个月。大嘴巴。昨天刚出差回来，今天就住酒店，你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啦？你还不想告诉我啊？可是我想知道嘛。我的男人出了什么事情，我都想在第一时间知道。你就告诉我嘛，然后我让你做你想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和辛雷分居了。真的，亲爱的，我爱死你了！小雪，你听我说，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，我昨天晚上在沙发上睡了一夜，我到现在都腰酸背疼的。今天就饶了我好吗？嗯，好吧，反正今天有大喜事，今天就依你了。哎，中午我请客，我们去庆祝庆祝，好不好？改天吧，啊，我今天下午还有会呢。嗯，那好吧。哎，你说你怎么这么效率啊？让我又惊又喜的。我昨天一直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一直不接啊？你干嘛去了？你把你电话给我。这是你干的吗？嗯，对啊，他看到了。什么时候干的？就昨天在酒店洗澡那会儿啊。怎么啦？你不喜欢啊？不喜欢换一张啊，反正我多的是。谭雪，蕾蕾啊，你跟明伟，哎呀，不就是为了他出差那些事儿吗？你又吵架了？也不是啦，这次他又是说走就走，我要带着卡卡回来住这么长时间，你们都跟着麻烦，我就唠叨了他2句。我们不怕麻烦，我们愿意你回来。可是你看卡卡一天天长大了，不能老黏着你呀。男孩子应该多跟爸爸在一起，那样才有阳刚之气嘛。是啊，辛雷啊，明伟他不是做销售工作吗？这一年也挣得不少，可他不能把这个家当成旅馆。你有的时候说说他也是对的。我看这次回来啊，你得好好的跟他谈。奶奶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。好，亲爱的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呀。你看，我之前吵着闹着让你们分开，你都不理我，现在可好了，老天爷都让你们分开了。老天爷，我看你是故意的吧？你不这样做的话，我怎么可能落到这个地步呢？我
都给你道歉了，故不故意有那么重要吗？而且你闹到什么地步了？你没有他，你还有我啊！小雪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这样做的话，令我太措手不及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早就提醒过你，让你好好考虑一下。你之前这样是自己咎由自取。喂。哦，刘总已经到了是吗？好，我马上就来。谭雪，你这样做，我被你弄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我骑不动了。哎，这知道的是姐妹俩较劲儿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情敌对决呢。看你刚才那架势，哎，我每天在许诺那大气都不敢出一声，只能来这儿发泄了，要不然我就憋死了。还是你厉害。我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别看明伟和他老婆分居了，但这全是因为我导致的，他恨着我呢。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喜欢一个这么难搞的人。爱上就是爱上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不过也没关系，他就是再辣，我照样把他泡在我的坛子里。你就这么有把握？我的自信是有根据的，你看看我的阶段性成果呀。等他出差回来，我得集中精力好好的对付他。哎呀，我说你啊，一整天为了争取上位，快把自己搞成个女特务了，你累不累啊？累啊，我也想休息一下，但是想想这心累总好过心碎吧。我不这么做，到最后哭的就是我。你呀，你这叫多情不似无情苦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对感情别看那么重，否则受伤就是你自己。哟，两位美女，好久不见呀！哎，老板娘，我不是听他们讲说你受了点伤，在这疗养了吗？是啊，老毛病了，腰间盘突出，也治不好，只能做做理疗了。哎，你说你这就怪了啊！你说你这儿这么多推拿师，你怎么不可随便使唤啊？干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，还到外面去治了呢？你一说这事儿啊，我现在就生气着呢。怎么了？我最好的推拿师被别人给挖走了，我今天就是来处理这事儿的。你这腰椎侧凸还挺严重的，得躺1个多月呢。呀，你怎么和医生说的一模一样啊？你这一摸就知道。老板娘，这样啊，你今儿啊还真的是来得好不如来得巧，真就来对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可是著名的中医大理疗师，就你们这儿这推拿师，跟他比根本就不一个档次的。啊，不信你试试。啊，哇，好舒服呀！哎呀，好酸啊这儿。这里就是你的劳损点。哎呦，以前没这种感觉，好酸啊！老板娘，你这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就是高手和凡人的差距，你知道吗？想当初我们去义诊那会儿，别人那儿一个人都没有，这新磊这后边站了那么一排的人，太专业了。如果我这儿的技师啊，个个都像您这水平，我这儿还愁没有客人吗？哎，我有个提议，您来我这上班得了，底薪6000，再加提成。如果您愿意的话，再帮我培训培训我的美容师，啊，这个费用也另算。底薪加提成，加培训费，1个月可上万了呢。这样你可满意了吧？我可是诚心诚意的，怎么样？哎，还有，爸，哎，啊。妈妈现在有了一份工作了，你看她的制服多漂亮啊！
哎，大姐，你什么时候偷偷去找工作了呀？来，我看看，真漂亮。麦莎丝袜馆，妈妈，这个麦莎丝袜馆我听说过，是会员制的，特别高端。你听说过？我看你根本就是偷偷去过吧？是不是又把信用卡刷爆了？我哪能啊？我是那样子的人吗？就算真的是那样，我杨新宇啊，就真的要和养老保险过一辈子了。新宇啊，又乱花钱了是不是啊？没有妈，我们俩开玩笑呢。妈妈，你穿的这身衣服比乐乐的空姐妈妈还要漂亮呢。是吗，宝贝？你真好，你这么支持妈妈，妈妈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真乖。新磊啊，怎么突然间就想起来要出去工作了？是不是明伟挣的钱不够花呀？对啊。其实最主要的是明伟总是出差，卡卡也上学了，我一个人在家待着没意思，就想找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做。妈妈，我要打个电话给爸爸，让爸爸知道这个好消息。宝贝啊，咱们先不告诉爸爸，回头再给他一个惊喜，好不好啊？好吧，回头让他吓一跳。好，真乖。哎，不对呀，新磊啊，这事儿你还没告诉明伟呢。他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谈判，我怕他分心，所以想等过了这阵子再告诉他。大姐，为了庆祝啊，你重返职场，我们来庆祝一下吧，怎么样？好啊。哎，对，庆祝一下。欢迎光临麦莎。请问下杨新雷在吗？好的。新雷姐，有人找你。哇，大姐，现在这么精神啊？哎，怎么样？工作开心吗？开心，特别充实。你们这个应该是轮休吧？哎，辛不辛苦啊？有的时候客人多了会有点辛苦，忙到挺晚的。不过，也有客人少的时候。哎，大姐，你说你这么忙，怎么去接卡卡呀？姐夫吗？妈妈住的小区有个小孩跟卡卡一个班，他妈妈去接的时候就顺道一起接回来交给奶奶了。挺好的，特别方便，又不用麻烦你们。哎，大姐，你说你突然这么忙起来了，姐夫他支不支持你啊？大姐，你怎么啦？大姐，哎，大姐，来，你别吓我呀！你怎么了？啊？我跟你姐夫已经分居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姐夫他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的心都已经死了。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，已经都不重要了。大姐，但是你们只是分居而已呀，又没有决裂，哎，应该还可以挽回的吧？谁知道呢？这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就像一张纸，一旦捅破了，就很难再复原。就算我们到最后能挽回婚姻，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。所以，这就是你要开始工作的原因吗？可以说是吧。静茹劝过我，不管我和明伟最后是什么结局，我都应该学会独立，给自己留条退路。我也想明白了，什么事情都依靠男人，在别人看来你是很幸福，可一旦这个男人不要你了呢？这世上啊，能靠得住的只有自己。姐，你变了。我经历了这么多，不变能行吗？
姐劝你一句：永远不会背叛你的，只有你的事业和你自己。要试着依靠你的事业，不要再陷在过去里了，好吗？跟大姐的痛相比，我的痛又算什么呢？你放心，大姐，我会好好努力的。我相信你一定行的。对了，今天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没什么，这不是想你了吗？想跟你聊聊天。我觉得跟你聊完之后啊，特别温暖，马上就有力量了。以后想来就来看我好吗？嗯，现在大姐也需要你给我力量。放心吧。姐，下一步我该怎么办？宴会结束，请务必联系。幸福不来你痛苦，来了又有新麻烦，你想怎么办啊？矛盾的小女人，等着我消息吧。小姐，可以请您喝一杯吗？好啊。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是吗？我觉得你很面熟。这个开场白听起来有点耳熟，可这应该是我的对白吧？您不要误会了，我是真的觉得你很面熟。不过人生中总有几个人感觉似曾相识，不是吗？是。来，为了我们的似曾相识。小雪。明伟，高先生，你们认识？当然认识了。不是，他是我男朋友啊。他怎么可能是你男朋友呢？不可以吗？小雪，你出来一下。哎，行，那你慢走哈。嗯。那我们下次见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失陪一下。啊。男朋友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刚才那个人是你老婆的前男友吧？是，就是他。你刚才的表现是见不得我和他在一起呢，还是见不得他这个人啊？这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当然不一样了。你为我吃醋和你为你老婆吃醋，这能一样吗？我从你的眼神看得出来，你当他是情敌，当他是害你们俩分居的罪魁祸首，所以你才会愤怒。可是你的窘迫里不光有愤怒，还有不安。你好像知道我所有的想法一样。我只需要知道你最重要的想法就够了。说到底，你还是忘不了他，对吧？你想多了。你知道吗？今天的酒会，我本来不想来，但我知道你在，所以我才过来。我来有2个目的，第一，当然是因为我想你；第二，我是来要我的东西的。来要我一直都在向你要的那个东西。我不是已经跟他分居了吗？我要的是法律意义上的离婚。先生，请等一下。先生，请等一下。
小姐，你就这样追出来，不怕你男朋友误会？我是想来告诉你，我真的见过你。是吗？不好意思，那天碰到你们就顺手拍了下来，没想到在这儿又碰到你了。小姐，恕我直言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杨新磊已经和她老公分居了，这个事情你知道吗？是吗？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。不过我在他心目中连个过去式都不是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他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什么。他对你无心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你对他还是旧情难忘啊。你也许还不知道，他们俩分居的导火索，正是你。是我？这根本不可能。可这就是事实啊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杨新磊的老公早就和我在一起了，而杨新磊也一直对你念念不忘。他们俩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，所以离婚是迟早的事儿。不过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是女人啊，所有的女人都渴望爱情。我也希望全天下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，就像我和明伟一样。我觉得你应该回去找他，祝福你。哎，杨小姐啊，你的按摩手法我真是太喜欢了，到底是中医学校毕业的，就是不一样呢。你喜欢就好。真的，每次我做完啊，我就觉得整个人都变得神清气爽了，感觉特别不一样。我那些小姐妹都说了呀，以后啊就在你们这里蹲点儿了呢。感谢对我们麦莎 SPA 的支持，我们老板娘一定特别高兴。那今天就这样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注意饮食要清淡一点，睡前最好喝杯牛奶，别太劳累了。哟，你还真贴心。好，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喂。喂，新磊，是我。徐磊你好，找我有事儿吗？哦，我想问你这2天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聊一聊。明天可以吗？正好我有东西要给你。可以啊，那我明天上午再打给你啊。好，拜拜。你再尝尝这个，非常好吃的，这家很有特色的。谢谢，不用再给我夹了。怎么，不合胃口啊？不是，我不饿。新磊啊，咱们从上次见面到现在也没过去几天，可你整个人瘦了不少，而且精神状态也不好。没有啊，我挺好的。是不是有什么难事儿？如果有什么为难的，可以跟我说说。不是，我只是最近有点累。之前一直舒坦的在家里做全职太太，现在突然工作，所以不太适应。新磊，其实我今天约你呢，是想跟你求证一件事情。听说你跟你丈夫分居了，是真的吗？是静茹告诉你的？不是，生意圈其实很小的，就在前几天一个商务酒会上，我碰到你丈夫，还有你丈夫那个女朋友，是那个女的说的。什么女朋友啊？一定是你搞错了吧？新磊，我也是过来人，我能看出你们这夫妻关系根本就……我们夫妻关系挺好的，是你误会了。好了，少喝点吧。我记得你以前一沾酒就醉，别伤了身体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
人是会变的。可我没有变，我对你的爱也没有变。心蕾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你丈夫分居，是不是跟我有关？你想多了吧？好，就算我想多了，那我今天想问你一句：你现在既然已经是一个人了，那我还有机会吗？我现在不想说这些。不，我想说，这些话憋在我心里已经好多年了。当年分手后，我曾努力让自己忘记你，甚至让自己去祝福你。我也以为我已经忘了你，可自从我们那次再度相逢，我才知道，我根本没有忘记你，根本没有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。你不要再说了好吗？心蕾，我之前怕影响到你的生活，所以才选择了沉默。但现在你丈夫抛弃了你，而选择了其他的女人，那你为什么不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呢？我曾经许下诺言，心蕾，要牵着你的手，一起从老公、老婆变成老公公、老婆婆。之前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不得不放手，但现在，我想继续把这些路走完。没有回头路的。那时我们年轻，我们相爱，我们海誓山盟的要约好一辈子。可最后，你放弃了我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们就不可能再有交集了。所以我想补偿你，我想把我们失去的那些年都找回来。不可能了，失去的就是失去了，不可能再找回来了。是，就算找不回来了，但我现在有能力补偿你。补偿？拿什么补偿？拿钱吗？对了，你送给我的包，还给你。不是，心蕾，你误会了。你不要再说了，你的礼物我不能收，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。虽然我现在连自己是个什么状态都搞不清楚，可是我至少明白一件事儿：我们之间不可能再继续了。你爱的是回忆中的我，不用跟我提什么赔偿，我根本不需要。心蕾啊，我知道你难受，有委屈，有埋怨，你觉得命运不公，但只要你愿意，在我面前，你想怎么发泄就怎么发泄，真的。发泄啊？发泄能改变什么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我的爱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这个家里。可是我却硬生生地把我丈夫推给了另外一个女人。我到现在才知道，所爱非人是多么的有心无力和欲哭无泪。所以我不想再爱了，也不敢再爱了。而且我杨心蕾连怎么爱自己都不知道。我活得真是太失败了。心蕾，你不要这样，真的，你不要这么悲观，我会为你心痛的。对不起，我要走了，我儿子还在等我呢。哎，心蕾，心蕾，你喝多了，我们缓口气再走，好吗？我没事儿，你不用扶我，没事儿。行，那我送你，慢点，慢点。
新蕾啊，你醒了？徐磊，你干什么啊？不是，新蕾啊，我真的爱你啊，真的，真的。徐雷，你干什么？你混蛋！不是，新蕾，我不想看到你这样，我真的很难过，真的。你放开我！新蕾啊，不是，新蕾啊，新蕾，你别误会，新蕾。喂，啊，没事儿。你说。真的？够不够劲爆？行，那你发我手机上吧。好。什么事情啊，神神秘秘的，又有新动作了？你看着吧，我现在又掌握了最新的情报。这一次，高明伟和他的老婆真的要 say goodbye 了。行啊你，亮叔啥手剪了？我也没办法呀，为了我的幸福，我也是被逼的。你被逼？我看都是你逼别人，好吧？喂，我正在忙，长话短说吧。杨新磊，这么快就跟我摆谱啊？就一句话，1个小时后家里见，我有事要找你。你这么急叫我回来，什么事儿啊？装，你在装啊？怎么了？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。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哦，这完全是个误会。杨新磊，我太小看你了。早知道你要跟情人约会，我就跟你腾地方。是不是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直接就把她领了回来？你不要血口喷人。这张照片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弄到的，但我杨新磊不像你，人后干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人前还能振振有词。证据放在面前，你还跟我凶？行了行了，我不想跟你多费口舌了。本来我还在想，对这个家，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们多给彼此一个机会。现在看来是没有这个必要了。签字吧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在操控。离婚这事儿你早有预谋吧？现在终于被你逮到理由了，你满意了？高明伟，我现在就明明确确的告诉你，这个婚我是不会离的，我要维护我的尊严和清白。杨新磊，你以为我今天是跟你在开玩笑吗？我不是来跟你协商的，我是来通知你的。这个婚，我离定了，签字。你不要冲我大吼大叫，你没有这个资格。我告诉你，还有你的那个女朋友，你们越是算计我，我越不会成全你们。站住！哎，高太太，
张老师，你怎么来学校啦？我来接卡卡呀。卡卡已经被他爸爸接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替他请了几天假呢。被他爸爸接走了？对啊。啊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是我忘记了。好，没事。谢谢你啊。啊，不客气。好，再见啊。啊，再见。喂，你把卡卡接走了，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是他爸爸，这种权利还是有的吧？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，你赶紧把卡卡给我送回来。可以啊，只要你签了离婚协议书，马上就能见到他。你要离婚也不能拿卡卡威胁我呀！你，大姐，怎么回事呀？卡卡，好玩吗？好玩。那阿姨是不是比妈妈好啊？儿子，来吃饭了。吃饭了。爸爸，你忘了吗？妈妈说外面的菜不干净。儿子，你放心，爸爸是挑最干净的饭店买的啊。哼！怎么了？我想上厕所。你前面不是上过了吗？卡卡，这小子，来，我们吃，不管他。你干嘛？怎么啦？孩子在，看见多不好。看就看见了，我还要亲一下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哼哼。喂，什么事儿？现在签字也没问题啊。好，1个小时以后见。
你是跟爸爸怎么认识的？我和你爸爸是在一个公司上班啊。在一个公司上班？对呀。那阿姨，公司里的人你全认识吗？哎，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话里有话的？阿姨，什么叫话里有话？哎，阿姨，你那个蛋糕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哎，我可以去吃吗？吃蛋糕去吧。慢点跑。阿姨，你看啊！哎，我让你跑慢点吧，笨死了。阿姨，对不起。肯定随你妈。你自己玩会儿，弄一下衣服。小心点，听到了吗？阿姨，我不小心把你水倒在你的书包里了。啊！哎呀，你怎么这样你？怎么了？家里遭打劫了？都是因为小祖宗嘛，把我包弄得全是水。对不起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什么你不敢了？你一看就故意的，撒这么准。这包是限量版的，你卖了都赔不起。小雪。你跟孩子较什么真？不就个包吗？洗一下不就可以了？卡卡，阿姨不是冲你的啊。啊。爸爸，阿姨好坏，我想要妈妈。臭小子！小雪。好，我们去洗澡喽。你说我一直希望您能找份工作。是希望有一天离婚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些谈判的筹码。我还真是低估了高明伟这个家伙了啊！竟然真能把这个事儿弄到法庭上去。静茹，你就直说吧，我的胜算到底有多大？如果这个事儿真的闹到法庭上，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法官要衡量的就不光是你的工作和经济能力了。不过好在呢，你有个优势，卡卡一直是由你来带的。不过呢，这也可能变成高明伟的一种说辞。他可以说卡卡是个男孩子，由父亲来带，在工作和生活上可能更方便一点。但是他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呢？他可以说他的工作可以调整啊，并且他有这个能力支配时间。而你呢，你虽然现在有工作了，可是你没有支配时间的能力啊。并且这种官司是个持久战，而卡卡越来越懂事儿了。他会受伤的。我什么都可以不顾，可是我真的不想让卡卡难过。我放弃孩子的抚养权，我能提出什么样的谈事条件？至少也得1周1次吧。不过这也得看你跟明伟以后的相处方式了。我知道了，为了卡卡，我会重新考虑一下的。你是不是电话拨错了？怎么可能一直不接呢？妈，我这是回拨给大姐的，是大姐自己没接电话。哎呀，我这眼皮呀一直就跳，这心呢也慌得稳不住。妈，别着急。哎呀，其实最近卡卡都是我去接的。磊磊今天他说他要去接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妈，你说要不要报警呢？你妈说的对。心雨啊，赶紧打电话报警。对。奶奶，这对什么对呀？这24个小时都还不到呢。要我说啊，今天呢是周末，
大姐肯定带卡卡出去玩去了，这手机响没有听见。要不手机就是掉在店里面了。要不我们再等等，要是到12点钟大姐还没有消息的话，我们再报警。好，只能这样了。妈，别着急啊。奶奶，我再打打看啊。然然，我没事的，你别担心了啊。大姐，这个时候应该上去陪你的，真是对不起。我知道，已经够乱的了，你突然一回家更得炸开锅了。别担心我了。大姐，有什么情况马上打电话，听到没有？熙然，你不用担心啊，我送你姐上去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，我一会儿送你回家。上去吧。我走了啊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蕾蕾啊，从傍晚到现在，你一个电话都不给我们，把我们急坏了。怎么哭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大姐，手机真丢了呀，也不至于哭啊。孩子呢？怎么没把孩子带过来呀？哎，卡卡呢？阿姨、奶奶，我们坐下先聊好不好？先坐下。好。蕾蕾，别哭，别哭。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别哭啊！来，坐这，坐这。奶奶坐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阿姨，那个卡卡被明伟带走了，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。哦。啊？明伟不是在出差吗？阿姨，是这样的啊，因为新磊和明伟呢，他们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分居。啊？刚才呢也是去谈离婚的事情了。离婚啊！哎呀，蕾蕾，妈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吵架归吵架，不能轻易说离婚的。妈，这两个人在一起过不开心也可以离婚的。胡说什么？妈，你快说说他呀，这怎么动不动就离婚呢？新磊啊，这些日子你不开心，奶奶看出来。你跟明伟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？你说出来，咱们大伙儿一块儿想想法子。怎么就突然提什么离婚呢？对呀。哎，这明伟啊，小毛病是有一些，是吧？可是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？就是，你可不能一时的冲动。奶奶，明伟他外面有女人了。啊？大姐，是我之前说的那狐狸精吗？就是他。我就说嘛，我一看他就不是一个好人。哎，你说，大姐离，我支持你啊！别捣乱。蕾蕾，妈问你，你确定吗？这事儿？明伟前阶段不是还拿钱来帮助我们的吗？啊，高明伟那是他做了亏心事，故意的。妈，奶奶，明伟和那个女人在一起，已经不是1、2天了。他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，我们两个不可能过下去了。那孩子呢？孩子怎么办？奶奶，这新磊就是因为心疼孩子，所以才一忍再忍的。可是现在高敏伟那混蛋，他想要孩子的抚养权。他那么一个大混蛋，卡卡跟着他，同学好啊。你安静点儿。是这样的，静茹啊，阿姨，你是律师，你说我们蕾蕾这事儿该怎么办？阿姨，这个事情简单的说呢，高明伟的经济条件比我们新磊要好，并且男孩子一般都是由父亲来带的，所以如果真的上法庭，孩子非常有可能判给高明伟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以后我们见卡卡还得他同意啊？理论上说是这样的。
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孩子坚决不能给他，我不同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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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激动，奶奶，你别激动，奶奶，你怎么了吗？奶奶，妈。明天，卡卡就要从香港回来了。嗨，回家喽！赶紧换洗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儿子！哎，乖孙子卡卡，哎呦，让奶奶看看，奶奶想死了，1年没见了，哎，长高了，长胖了，妈妈给你做好吃了吧？对，他做的很好吃的。啊，真的太好了，小卡卡，奶奶想死你了。哎，你妈妈把你培养的不错，你看看多帅呀！啊，对。新磊呢？他找了个工作，最近在公司培训，所以不住在家里。不住在家里，那谁带卡卡？我呀，我正好休年假，带他去了一次香港。卡卡，跟奶奶说，香港好玩吗？好玩。哦，卡卡去香港了。嗯。去香港呢，就应该叫上妈妈一起去嘛。爸爸说不带妈妈去。为什么？这孩子，别听他瞎说。爸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妈妈在培训，过2天就回来啊。那爸爸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爱不爱妈妈？如果你爱，为什么不带妈妈一起和我们去旅游呢？你可以让她休2天假呀。爸爸当然爱妈妈了，爸爸当然爱妈妈了。卡卡，爸爸跟奶奶要聊2句。好，回自己屋去啊。新磊真去培训了？妈，你看你疑神疑鬼的。我说你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啊？我这个呢也是临时决定的。我们的工会组织我们退休的老头老太太到杭州旅游，这不是回来路过你这儿吗？我就说了，我下车了，我去看看我的儿子，看看我孙子。你不欢迎吗？妈，你瞧你说的，我能不欢迎吗？亏得我们回来了，否则你得白跑一趟了。你去香港这事儿，我还真没想到。哎，我倒是想好了，要是你们不在家呢，我就到新磊的娘家去看看。你去那儿干嘛？那怎么了？我们是亲家，我也好久没见他们了，跟他们聊聊天、见见面也没什么呀。那新磊什么时候培训完呢？哦，这个我不知道。一会儿我出去办事的时候会经过他公司，我顺便问一下吧。好。卡卡。你好，欢迎光临曼莎 SPA。你好，请问杨新磊在吗？您稍等一下。啊，谢谢。新蕾姐，前台有位先生找你。好的，我让他稍等。你稍微等一下，他马上过来。哎，谢谢啊。有人找我啊？是的，这位先生找你。这个是卡卡给你挑的。
卡卡，你的眼睛还要不要啊？不要整天玩游戏机，赶紧把你的积木收一下。等妈妈来了，妈妈自己会大扫除的，我也是她的好帮手哦。等你妈妈，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也不知道你妈妈培训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。快去开门。看看谁来了。妈妈，哎呦，新磊，是你啊？是啊。妈妈，可以帮我们大扫除吗？当然可以啦。妈妈，我最近画了很多画，我这就去拿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快去吧。新磊，来坐下。你培训结束了，我呢到那个杭州去旅游，顺便就来看看你们。明伟说你去培训去了，你看你怎么丢下这家里一大一小的不管他们了呢？啊，不是，是卡卡总跟我说他同学的妈妈都有工作，我这才……哎呦，小孩的话你也去听。我怎么看你很憔悴啊？是不是培训太累了？还是明伟欺负你了？要是明伟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去收拾他。不是，是培训太累了。不过正好这样的话就不用减肥了。新磊，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个礼物，我没给明伟看，他看见了一定会说我偏心眼儿，所以啊，我带你到房间去看吧。好，走。妈妈，你看我画着画，然后妈妈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到房间再看吧。顺便问你件事，你是不是真的去工作了？是啊，要不然妈妈还能去哪儿啊？走吧，妈妈。走。等很久了吧？最近忙家里的事儿。今天早上收拾东西，发现了这个，怕你着急了。你叫快递就行了嘛，还亲自跑一趟。就是想见你嘛。再说了，你妈最近来了，可以帮你带孩子了，我们还不赶紧单独约个会？哎，对了，咱们明天去看这个吧，我好不容易弄的票呢。3张啊？你想带卡卡去啊？他又听不懂。哎呦，你可千万别给我提那小祖宗，我可不敢招惹他。哎，你不是说你妈喜欢看戏吗？带你妈去吧。我妈那是喜欢京剧，这些洋玩意儿她根本就听不懂。这个是中国人翻拍的。明天啊？对啊。我想想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妈明天有别的事儿。你妈都来了多少天了？你这丑媳妇还能见公婆呢？我丑吗？见你妈这么美。你好看，所以我才喜欢你嘛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妈这次来呢是为了检查身体。你看她这边疼那边疼的，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跟她说我离婚的事儿呢？我听你妈平时说话挺中气十足的呀，怎么一来就添了这么多毛病？那我就更要去看你妈了。要不我带你妈到我爸那去瞧瞧？这不用，我估计啊那就是常见的老年病。你就是心里有鬼。我怎么心里有鬼了？小雪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找个恰当的时候把这个事情跟她说清楚。你再给我点时间。我又给你时间，每次我要求见面，你就让我给你一点时间，在考验我的耐心呢，还是在考验我对你的爱啊？小雪，别生气了。我们都走到这一步了，见父母就是一个程序和过程。你别胡扯这些，从一开始到你分居，再到你离婚，我耗了多少时间，多少精力啊！现在好不容易把幸福盼到眼前了，就各种欺骗我、瞒我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什么时候瞒过你啊？我还不是为了我们以后能顺顺利利的。没有以后了，我今天来就是和你摊牌的。我把青春全耗在你这儿了，如果我要不到我想要的结局，就别怪我撕破脸了。我说到做到，听清楚了吗？爸爸，我告诉一个秘密，奶奶今天煮了很多东西给妈妈吃，妈妈舍不得吃，就留给你吃了。
给我吃？嗯，妈妈说让你吃得够。明伟，哎，这是卡卡1岁的时候吧？这是他2岁时候拍的。哦，这个是我跟新磊结婚时候拍的，上面还有喜字呢。这是在老家嘛？对。你看看那时候多年轻啊！什么叫那个时候多年轻？现在也不老啊。是不老，可是我觉得他太憔悴了，都是被你这一大一小给折腾的。不至于吧？我怎么没瞧出有什么变化呢？儿子，这女人一结了婚呐，一个心思就放在家庭里了，什么老公啊、孩子呀，自己都顾不上。新蕾是个好姑娘，你要对她好一点，可不能辜负了人家。妈，这说什么话呀？谢谢你能回来，我妈妈特别开心。没事儿，你妈妈难得回来，我也不希望她为我们的事儿操心，回去又该多想了。再说，这样我能跟卡卡多待些时间，我也很高兴。卡卡说，妈妈给你烧的饭菜，你特地给我留了。特意留给你？我怎么不记得呀？你怎么忘记了？卡卡说你是特地留给我的。是吗？哎，是不是卡卡发现了我们的事情？他发现了。我说这小子最近怎么有点不对呢？你怎么会让他发现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怎么办？发现就发现吧，反正早晚都会告诉他的。对了，你这个床罩要经常换啊，要不然会有味儿的。谢谢。你睡地板吗？是啊，要不然还怎么样？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。这个我知道。要不我睡地板吧。卡卡呀，作业本都带齐了吗？都带齐了。嗯，好，哎，走了，去上学了，快！来，背上书包。今天妈妈送你啊。啊。跟爸爸和奶奶说再见吧。卡卡再见啊。奶奶再见。哎，卡卡走了。新蕾，一会儿我去买点菜，晚上我们回来吃馄饨。嗯，好啊。好，好好上学啊！啊，奶奶再见。再见，乖。你走了。再见啊。妈，你也刚来，别累着，我们在外面吃。什么就叫在外头吃啊？在外头吃多浪费钱呢！他又带孩子又挣钱，太辛苦了。你就知道向着他。我走了啊。哎，你也走啊？那中午我送了朋友，中午跟他们吃饭。家里的卫生你别打扫了，我来做啊。我不打扫谁打扫啊？都等着新蕾，那把他累死的。你别管了，你就记着晚上回来吃馄饨就行了啊。那也行，我早点回来啊。好好，妈再见。再见。
小姐，你的车是不是拿去做保养了？能不能赏个脸，让我送你一程啊？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小肚鸡肠的女人，不然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挑来挑去，都没个名分。哎，这点我早就表明态度了啊。这些年你跟我受了不少委屈，我心里是知道的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，给你个名分的。但愿如此。哎，只是你未来的婆婆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我得把她伺候好了，才能慢慢向她坦白。这一点你应该能够理解啊。好吧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就知道你是最好的。来，走吧。小雪，你把车开走吧，反正我今天用不着。那我明天还车的时候又能见你一面啦，我又赚了。亲我一下，不然我不让你走。这儿人这么多，算了啊。人多怎么了？亲我一下嘛，快！高明伟，妈，你不是去买菜了吗？伯母你好，我是谭雪，是明伟的朋友。啊，你就是那个狐狸精啊！妈，破坏我儿子的家庭！你干嘛？什么叫我干嘛呀？伯母，你还叫我伯母？谁是你伯母？我不认识你。小雪，你先走吧。你让开！这是我儿子的车，你干嘛让他开？妈，你干嘛那么凶啊？干嘛那么凶？什么叫干嘛那么凶？我还问的。小雪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你个狐狸精！我告诉你，你再跟着我儿子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干嘛那么凶啊？什么那么凶啊？你离了婚不告诉我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的？离婚证我都看到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再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，我跟你没完！你等着。妈。卡卡，奶奶有点不舒服，你先回房间。妈，你哪儿不舒服了？我没有不舒服。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？怎么私自就把婚给离了呢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件事情我不同意。妈，你刚才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我跟新蕾的婚不是随随便便的离的。妈，你胡说八道，你自己在找借口。明明是你对不起人家新蕾，你赶快给新蕾道歉。新蕾，听妈一句话，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你们离婚，你赶快把这个收回，收回。妈，对不起，让您操心了。但是，其实我们两个离婚是最好的结局了。什么最好的结局呀？你们俩离婚了，这个家没了，什么好结局啊？这个已经不是我的家了，我现在就回娘家。新蕾，你不能走，卡卡不能没有妈。妈，你为什么想离婚了？爸爸，你是不是那个坏阿姨呀？爸爸，你不能离婚，你跟奶奶都好，我妈妈也很饿。那个坏阿姨，我和爸爸们都没有你，妈，宝贝。
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，我也是又气又难过。你说心里这么好的媳妇儿，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，这明伟他怎么就这么犯糊涂呢？那怎么说离他就离了？你看，亲家，照理说啊，这种事我作为家长不应该多干涉。但今天你既然来了，我就啰嗦几句。我们家蕾蕾一向是做事成熟又有分寸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她是绝对不会同意离婚的。是，心蕾是个好姑娘，我很喜欢她，而且我一直是把她当我自己亲女儿看的。明伟这次做的太过分了，也不地道，背着蕾蕾跟别的女人在外面都2年了。这事儿我想起来就气得牙根发痒。对不起，亲家母，对不起，我替明伟给你说声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看看，蕾蕾为他们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？明伟整年在外面出差不着家，哎，到了离婚，他倒理所当然的把孩子抚养权都拿去了，这不是看着蕾蕾老实欺负人吗？亲家母，这件事情我已经狠狠地教训过明伟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明伟的错，是我们高家对不起心蕾。可是他们结婚都这么长时间了，孩子也那么大了，你说我们不是都说这个婚姻呢，我们劝和不劝离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，你看咱们是不是共同出个力，想想办法，让他们俩复婚。啊？复婚？是啊，这么好的一段姻缘，你说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？你说呢？婚姻是儿戏嘛。哦，说离就离，说复就复，到了民政局也要被人家笑话半天了吧？这个我自然知道。我想的是，我主要是舍不得心蕾，我舍不得心蕾呀。你是认真的吗？那你的心思我明白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这么牵挂蕾蕾，她也多少有点安慰了。不过亲家，这个事情毕竟是他们2个人的事情，有什么矛盾也只有他们俩知道，我也做不了主。那要不这样，你找蕾蕾当面谈谈，看她态度怎么样，好吗？我也不希望他们离婚呐。好吧，好吧。哎，要我说啊，这高明伟当初求你回去住的时候，你就不应该信任他，跟他回去。是他不仁在先的，你何必跟他讲义气？那就应该被他妈好好修理一顿。我是看在老太太的份上，看在卡卡的份上，才答应了他。那现在穿帮了，你怎么办？还回去住吗？当然不会了，太尴尬了。我今天就搬回家住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跟家人商量接手美容院的事儿了没有？还没呢。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根本没顾上。这是重要的事儿啊，你得抓紧时间说，你知道吗？我可听说又有人来谈这个事儿了啊，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今晚回家就跟他们说。进来。心蕾姐，楼下有个叫高秀梅的老太太找你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马上就来。谢谢你啊。嗯，好的。明伟的妈妈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心蕾，妈妈求你了，别离开高家，回来吧。妈，您对我的好我都记着，只是明伟，他现在的心根本就不在我的身上。我们2个人已经无法挽回了，我俩现在见面都会觉得尴尬别扭，所以真的不可能复婚了。我现在一想起那个女人，我就来气，长得像个狐狸精的脸，也不知道明伟看上她什么了。心蕾，要是妈妈劝明伟和他分手，你会不会原谅明伟啊？
妈，他们两个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明伟还能为了他跟我离婚，就说明他们两人的感情并不浅。我又何必再去拆散一对有情人呢？感情的事儿，勉强不来的。你这个人呐，做什么事情都是替别人考虑的，你这么苦着自己，妈妈心里真的很难受。妈，我现在都想开了，我这样也挺好的。我觉得，要不是离婚的话，我也不会出来工作，更不会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。就像您说的，我为别人活得太久了，我现在应该是因祸得福吧。所以真的很抱歉，我只想好好工作，不想考虑其他的事了。心蕾，你知道吗？妈妈的那些老姐妹原来都很羡慕我，说我有你这么一个好的媳妇儿。可现在呢，我还是没有这个福气嘛。妈，您别这么说，只要您不嫌弃，我当您的干女儿，还是叫您一声妈。哎呦，妈，卡卡她以后就要辛苦您多照顾她了。哎，蕾蕾，你真不打算复婚啦？现在这个工作已经够让我忙的了，真没时间再想其他的。那也是，婚姻要慎重，复婚啊更要慎重了。我们都听你的。谢谢妈。卡卡，你要多吃点，吃了长得又高又壮的啊。哦，奶奶，我长得又高又壮了，是可以保护妈妈了，对不对？可以不让任何人欺负她。哦，卡卡，你现在已经是个小男子汉了。可是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卡卡，你妈妈呢要上班，上了班呢才能赚更多的钱，赚了钱以后呢才能给卡卡买玩具、买游戏机，对不对啊？奶奶，我吃饱了。赶紧去把嘴巴擦一下。哦。儿子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。那天在外头呢，我对那个谭雪又推了他，又骂了他。他没跟你说什么吧？那还不至于，他没那么小心眼。不过妈，你也真是的。你别说了，我想过了，不管他是不是破坏你们家庭的坏女人，但我总不能对人家姑娘这样。你看我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他说一声啊？打电话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哎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以你的名义邀请他到家里吃顿饭。不可能，我是不会认他的，怎么还能进我们家呢？你不要当他是儿媳妇，当他是个朋友，彼此了解一下，这多好呀！那我跟他打了啊。先生您好，您2位的茶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大晚上叫我出来，就这点事儿啊？什么叫就这点事儿？这关系到我们将来的事儿。你不是要这个市场报告吗？明天我不进公司，怕耽误了，先给你送过来。好啦，这个谢了。去我家吃饭的事儿，怎么说？真的不敢见你那个极品老妈。你怎么这样说我妈呢？还记恨那一巴掌？我从小到大，我爸爸连我手指头都不敢动我一根的。你妈倒好，一来就给我一巴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妈昨天说了，那天她实在太冲动，要我一定要给你赔礼道歉。真的假的呀？你哄我的吧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千真万确。否则她不会主动提出来要你去我家吃饭的。哎呀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踏实。哎，你妈不是有什么阴谋吧？小雪，你不能老这样说我妈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
再说我们俩的关系，最终还不是我妈点头说了算，啊？你要是这次拒绝了，你们的关系怎么处理？行，那我去吧。哎，我这个漂亮媳妇见个公婆，怎么比丑媳妇还难呢？小雪，哎，你去见我妈的时候，带几件体面的礼物吧。我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你对她一份好，她就会念你10分。带礼物没问题，但最近业务这么多，跑来跑去的，没时间啊。那也没关系，那你就去我家门口的大超市，随便买点就算。别，我还怕丢脸呢。这样吧，我让我妈去买。嗯，还是你好，辛苦妈妈了啊。没事。哎，对了，关于去的时间，我有一个附加条件。什么附加条件啊？就是等你儿子上学不在的时间，别到时候你那小祖宗又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。我怕我到时候发火，我发火你妈还不跳起来啊？到时候这一老一小的一夹攻起来，我可受不了。好吧，成交。来了，亲爱的，你来了。买这么多啊？你跟我打个电话嘛，我下来接你。哎呀，你快算了吧，到时候你妈又说我架子大了。胡说什么呢，在？哎，你妈呢？她在厨房呢。啊，换个鞋吧。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小心点。你们在干嘛呢？妈。伯母。妈，这什么呀？韩雪送给你的礼物。你呀，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分寸。我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当着那么多街坊邻居的面，和那个谭雪在外头卿卿我我的，太不像话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已经40了，儿子也会打酱油了，各种事情千万要当心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妈，谭雪可是你亲自请过来的，你得照顾下她的情绪，别老是板着脸，啊？啊，这样行了吧？我妈最好了，我先出去了啊。嗯。哎妈，这些高级礼品可是谭雪亲自为你挑选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阿姨，尝点这个。哎呦，我不喝酒，我有高血压。明伟，你没跟他说过吗？啊，妈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我忘了跟她说了。还是我们家新磊好，知道我有高血压，特别的关心，尤其是吃饭呢，哪个该吃，哪个不该吃，关心的那个周到。哎，来，小雪，这是我妈特地给你做的，尝一下啊。好。嗯，真好吃，阿姨，你手艺真好。好吃吧？嗯。这个菜啊，是新磊教我做的，我只是学到了新磊的皮毛。明伟，你告诉他，你最爱吃新磊这个菜，你没说过吗？妈。姑娘，你会烧饭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会。啊，那就是十指不碰阳春水，天生一个大小姐的命。哎呦，和你比起来哦，我们家新磊就命苦多了，带孩子、打扫房间、做饭，什么都得管。哎，你别说，管归管呢，管的那是井井有条，我太喜欢了。妈说这些干嘛呢？来，吃饭啊！来，不会做饭怎么行啊？这一天一天、一顿一顿的，怎么办呢？阿姨，现在这年头，只要有钱，没有什么做不了的。这餐厅饭馆满大街都是，保姆钟点工随叫随到。有钱就是好，
哎，这个有钱的人呐，你听见没有？说话的声音都大呀。妈，谭雪跟我一样，都是干销售的，平时不在家的，就算想做菜，她都没有时间，你说对不对？嗯，销售呢辛苦归辛苦，哎，挣得多嘛，而且呢还能买高级的营养品。不过有一点你们别忘了啊，你们呢买嘛要买的，要买呢就买真实一点的，不要买过期的拿来糊弄我这个老眼昏花吗？过期？妈，您开玩笑吧？这些高级礼品都是谭雪托她妈精心挑选的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你看了日期吗？那这不可能啊！这一定有误会，阿姨，可能是我妈拿错了。实在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要不我下次重新给你拿一份过来。不用，我销售不起，你哪拿来的还是送回哪去？你们自己吃也蛮好的嘛。妈，这肯定是个误会。阿姨，妈，你别跟我说什么客不客人的，我对他够可以的。他对我什么态度？你看见了吗？什么态度啊？不是挺好的吗？好什么呀？我说什么了？就扔筷子给我脸色看呢？还没过门呢，就这样。这要真娶了她，不得把房顶掀了？赶我们新磊啊，差远了。妈，你小声点，你别老把心里挂在嘴上好吗？我没办法，我就觉得新磊最好。我告诉你，我高秀美这辈子，我绝不会认第二个女孩做我的儿媳妇儿。你让这个大小姐什么都不会的大小姐，该到哪儿去到哪儿去，想办法把新磊给我追回来。妈，你这有点无理取闹了啊！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沟通，我们改天再聊吧。想进我的家门，没我同意，不可能。喂，妈，你这礼品你在哪儿买的？爸爸的病人送的。那你看保质期了吗？你知道过期了，那你还给我？我被你害死了。好好，就这样吧，回家再说。拜拜。小雪，气死了！小雪，你怎么走了？我不走，我还杵那天你妈骂我呀。你说你妈什么意思？一口一个新磊的。今天这样，比我挨他耳光还要难受。我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种委屈，你知道吗？小雪，真对不起，你先消消气啊！我妈就这个脾气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！你别太在意啊。那你在意我吗？如果你真的在意我的话，就让你妈把卡卡送回老家，我们过我们的日子。你怎么又扯远了？这样吧，你还是先回家啊，冷静冷静。我妈呢也在气头上，我们的事儿等过阵子我再跟她说，好吗？高明伟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我在你身上牺牲了多少？你能不能拿出点魄力来为我牺牲一次，不可以吗？小雪，你别逼我了好吗？高明伟，如果在半个月之内你不给我答复的话，我们就到此为止。小雪，小雪。我不行，打不动。走吧，歇会儿。怎么样？解气了吧？心情好多了。难怪那些压力山大的人都有这种方法来宣泄呢。你干嘛？刚才愁眉不展的，现在干嘛眉开眼笑？哎呀，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到姨妈给你准备的礼物而已。哎，你别提那事儿了，快气死我了！你说他怕浪费，也不至于这样吧？
那可是要送人的东西啊！哎，真是。哎呀，这也不能怪他呀，谁让他是学财务出身的呢？他精打细算惯了，你又没有告诉他是送未来婆婆的。我是想着这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暂时就不要告诉他们了。算了，反正现在也撕破脸了，我也省得再去讨好那个老太太。反正以后结婚也不和她住在一起。可是问题是，高明伟还没向你求婚啊。你帮我动用动用关系呗，帮我找一些未婚的男人。干嘛？你要开相亲大会啊？算你猜对了。鉴于高明伟的主动性太差，我不得不给他点刺激了。我想相他个10几20个亲，重点是让他在现场观摩，我就不信了，逼不成他这个婚。你可真够狠的。欢迎光临意上国际咖啡厅，请问先生几位？你来啦！啊，这个是我请的感情顾问，专门来帮我把关的。相亲也担任感情顾问，调解，果然是与众不同。这是现在新趋势，你不知道吧？这个平常喜欢什么运动之类的？平常，高先生，请你坐那边去吧。啊，接着聊。平时喜欢打羽毛球？羽毛球对，羽毛球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我闹什么啦？我一大龄女青年，我一超级剩女，我为了我自己的幸福去相个亲，怎么啦？我什么不对啊？你这个是相亲吗？10分钟换一个男人，非诚勿扰也没你换的那么快啊！你分明就是……分明什么啦？什么呀？你分明就是在气我！生气啦？嫉妒啊？你吃醋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你知道的，我想结婚啊！小雪，你别逼我了。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。你的处境怎么啦？那我呢？你拖了我这么久，我心里好受啊。也行，不结婚也可以。啊，给我500万，一分也不能少。500万？你疯了你！你知道的，以我的形象，想嫁一个500万甚至5000万的男人，一点也不难。怎么了？给我钱还是给我人？你自己想吧。你还是要跟那个女的结婚？是的。你怎么就那么执迷不悔呢？那个女的有什么好啊？一脸的红梅相，不尊老，不爱用，不做家务，不做饭，目中无人，自以为是。妈，那是因为你对她不了解，她身上有很多优点的。我才不管她什么优不优点呢，反正我就是看不上她。她能活生生的拆散你和辛磊，破坏你的家庭，你就能保证没有一天她会去拆散另外一对夫妻的家庭吗？那是你对她有偏见。偏见？呵呵，你等着瞧吧，我这叫远见。像这种对爱情不忠贞的女人，你趁早离开她，赶紧回到辛磊身边，说不定他还能原谅你呢。你以为杨新磊对我忠贞不二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跟他离婚，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也出轨了。他一直跟他的初恋情人藕断丝连，他的心早不在我身上了，他怎么对我回心转意啊？小雪，我可没什么准备啊。你准备什么？让我爸妈包个大红包不就行了？是啊，明伟，
待会儿让小雪带你去认识一下我们家的亲戚，见个面熟悉熟悉。以后你们的事定了以后啊，都要上门拜访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伯父。我们下车吧。嗯。看来我爸妈对你印象不错啊。我们参加的是谁的婚礼？怎么了？这也太巧了。卡卡，不要跑了，有车危险。卡卡，卡卡，爸爸，爸爸，你也是来参加小姨的婚礼了吗？小姨？他小姨是杨欣然。杨欣然？杨新磊？这世界还真小啊！没想到我们参加的竟然是同一场婚礼。你们应该是南方的客人吧？嘉文是我的表弟。哦，原来那个一直缠着嘉文不放，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的，就是你妹妹啊！怪不得了，了不起呀！小雪，卡卡，来，过妈妈这边来。欣然和嘉文两人情投意合，两情相悦。我想，一直缠着别人不放的那个人，应该不是我妹妹吧？卡卡，今天穿得很帅哦。爸爸，你为什么要带这个坏阿姨来？真扫兴！卡卡，臭小孩。小雪，你看他一开口就说坏话，比我们小孩还不懂道理。你卡卡，哎，卡卡，谭小姐，你别生气啊。童言无忌，你一看就没生过孩子，小孩子天天这么顽皮耍闹的，你就别跟他计较了。小雪，爸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孩子是你的？是。这么说他是有家有口的人啊？爸，他已经离婚了。离婚？你跟我们说他是单身。对呀。现在他不但是结过婚的人，还有一个孩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卡卡，咱们走吧，这里太没意思了啊！咱们到里面吃好吃的去。爸爸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睡了，我今天要跟妈妈睡，你和奶奶不要想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卡卡，走吧。走吧。爸爸，拜拜。超级无敌坏的阿姨。卡卡，这小孩，这孩子法院判给你了？对。这都什么事啊？他大你一轮也就算了，他居然还离过婚，带个孩子。小雪啊，你是想气死我们是不是啊？妈，我就是喜欢他，而且他还是因为我才离的婚，孩子他妈妈会照顾的，不会影响我们生活。你这孩子一天，我跟你说干什么一天等婚礼结束，我找你算账。走，我们进去。真是。小雪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应该把我的事跟他们说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谁会知道有这么一出嘛？没事儿，我来搞定。我们进去吧。喂，刘总。什么？货被海关扣了？好，我马上就到。怎么了呀？你又要走？这个刘总你也认识，得罪不起。我不管，我今天不让你走。小雪，你别闹了。就刚才那个气氛，我要留下来也是给你父母添堵。别闹了啊，乖，我先走。高明伟，高明伟。喂，还在为结婚那件事生气呢？没生气，我哪敢生您的气呀？小雪，别生气了啊，对不起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其实确实有件事想拜托你，特别着急。什么事儿？我妈摔了一下，闪了腰，而我必须要出差。我希望你能不能送她去医院？
检查一下，照顾他。我是他什么人啊？我又是你什么人啊？再说了，我陪他，我怕到时候住医院的那个人是我吧？我妈不会这么不讲道理的。再说，你不是希望也跟他改善关系吗？这不就是个机会吗？光我一个人想有什么用啊？在你妈眼里，这全天下就只有你前妻一个好媳妇儿，一个好女人。她不是摔了吗？她怎么不找你前妻去啊？我怎么可能会找他呢？我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好，但你记得，这个人情是我给你的，我找你要，你还得还。我就知道你对我好。好了，小雪，我得去开会了啊，先挂了，谢谢了。拜拜。哎，谭小姐，这么巧啊！上次我正要联系你呢。我记得你上回不是要买翡翠的吗？这次有一批上好的货色，你要去看看吗？真的？行，那我们健完身一起去看看。好啊。谁呀？原来家里的号码。啊？喂。啊，妈妈你好，我是新蕾。啊？好，好，好，妈妈您在家里等着，别动，我马上就回去。不是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卡卡他奶奶摔了一跤，我得赶紧带她去医院。那高明伟去哪儿了？出差了。你等会儿，你俩都离婚了，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你说哈，你别太善良了。明伟负了我，他妈妈又没有对不起我。再说了，我以前一直都把他当妈妈看的。妈，您慢点啊！好好好，小心点，阿姨。哇，好多了。妈。这枕头是不是有点软呢？哇，这床也软。妈，你等一会儿，我去给你拿个垫子去。好好好。阿姨，感觉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静茹，跟你说实话吧，新蕾和明伟离婚以后，我天天睡不着觉。你和新蕾是好朋友，你劝劝新蕾，让他们俩复婚呐。哎呀，阿姨，这夫妻两个人的事情，旁人不好插手的，这也得看缘分。再说你们家明伟现在这不是……你别跟我提那个女的，提了我就生气。明伟说了，他会来看我的，我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。你看看人呢？没办法了，才打电话给新蕾的。没事，阿姨，我们家新蕾心眼好，她不会介意的，你别想那么多啊，没事的。好，妈来了，来垫上点腰。怎么样？舒服多了。新蕾，妈真是要谢谢你。哎呀，妈，您跟我客气什么呀？这2天您就什么都不要想，不要做，好好的卧床休息。还好医生说您受的伤不重，按时吃药，休息几天就会好了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您以前跟我讲说您吃的降压药效果不好，我就问了我们几个同学，他们都说啊，这个尼福达效果挺好的，我就给您开了几盒，您吃吃看，不知道适不适合您。太好了，新蕾，真的谢谢你。您真的别跟我说谢了，您以前待我那么好，一直把我当女儿一样看待，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？好，你看，明伟说他要回来的，可他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我这几天……你放心吧，妈，我都想好了。我呢一会儿就到店里去交代一下，然后呢回家拿几件衣服，我过来照顾您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妈，你一会儿休息一下，我去接卡卡，然后再买菜回来。好。行，阿姨，那我先走了啊，你好好休息。锦荣，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。妈，您休息吧。好，再见，阿姨。再见。
睡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呦，你给我擦擦手吧。哎，这吃饱了就犯困，不好意思啊。没有，给我。卡卡呢？他呀，在外面玩玩具呢。本来想看动画片，我跟他说奶奶生病了，需要休息。他一听，立马不玩了，怕吵着你呢。这孩子，你别看他人小，懂得可多了，比他爸爸强。妈，这饭都吃了就好，您恢复的就快了。是你做的好。我跟你说，每次我给卡卡做他喜欢吃的菜，他总要说，这个菜我妈妈烧的最好吃。这小鬼。新磊，妈妈呢一直有一句话想问你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妈，您随便问，没事啊。你不愿意和明伟复婚，是不是因为你有人了？有什么人？我听明伟说，他说你们离婚是因为你是不是有个男朋友啊？明伟是不是跟你说我也有外遇？那个人是我大学时候的男朋友，不过在遇见明伟之前，我们就已经分手了。后来又碰上，才因此让明伟误会的，而且误会的越来越深。我每次一跟他解释，我们就吵架。后来我也懒得解释了。总之，我问心无愧。那要这么说，你和明伟离婚，和那个什么前男友一点关系都没有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也是多问，是我们家明伟没这个福气。等很久了吧？干嘛不给我倒茶？我问你，你明明答应去照顾我妈的，为什么后来没去？我临时有事儿嘛。你有事跟我妈打一电话呀，害她整整等了1个上午，连口饭都没有吃。我不就临时有事忘了吗？但我后来有打电话啊，但没有人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是因为我妈疼得不行，才给新磊打的电话。人新磊二话不说，放下工作就把我妈送到了医院。哎，高明伟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说你的前妻有多么孝顺、多么体贴是吗？我什么都不是是吗？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让你照顾我妈是改善你们关系的绝佳机会。可现在呢？切，我才不要讨好你那个不讲道理的妈。瞪我干嘛？你知道我的呀，想到什么说什么。再说了，以后结婚我们也不住在一起，爱怎么想怎么想吧。反正我是要过2人世界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昨天和我父母商量了一下，他们同意我们结婚了，但是就有一个条件。什么？你必须放弃孩子的抚养权，一次性补偿给他，然后和他们母子断绝一切关系。我明确的跟你说，这不可能，没得商量。这是我家开的条件，你家要怎么着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已经做了很多让步和牺牲了，如果结果还不是我想要的，你知道后果的。什么呀，这家人这么冷血？哎妈，你别激动，有话慢慢说。这么冷血无情。妈，我这不跟你商量来着吗？没什么好商量的。明伟，我告诉你，你别管妈没提醒你，你要是为了这个狐狸精放弃你的儿子，那我就和你断绝母子关系。好了，我以后不提就是了嘛。明伟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你怎么那么不清楚呢？结婚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，不是你们2个人的事儿，是2个家庭的事儿。
你要是为了一个女人抛弃你的家庭，要遭天打雷劈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明伟，我不是故意拿辛磊和那个姓谭的比，可辛磊的确是个好姑娘，你看看对我们多好。就说我这次病吧，要不是她前前后后的照顾，我能好那么快吗？这么好的姑娘，你怎么说放就放了呢？我跟他不可能复合的，我跟他离婚的情况你早就知道了。什么狗屁情况啊！我问过辛磊了，你说的那个什么她的前男友的事儿，根本就是你胡思乱想，你误会他了，他们俩没有任何关系。那是他的说辞。哎，我就奇怪了，你怎么帮他说话呢？我是帮理不帮亲。就算是辛磊为了他自己辩护撒了谎，就算是和他那个前男友啊，就算他有个什么关系吧，那是不是你出轨在前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和他怎么就不能复合呢？好马不吃回头草。草，那么那个姓谭的是个什么好草呢？哎妈，哇，明伟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和辛磊复合的事情。你妈不同意。这个答案还要问吗？哪个奶奶愿意把孙子送给别人养啊？我反正不会强迫我妈的，万一再把她气出病来什么的。那什么是送给别人养啊？那是给他亲妈，又不是见不着了。再说了，你妈怎么动不动就生病啊？我看她就是没事装病吓唬你的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和你妈，你选一个吧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先叫我放弃儿子，现在又嫌弃我妈，你太冷血了吧？我不冷血一点，我能抓得住我自己的幸福吗？这就是你要的幸福吗？你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？你认为幸福就是一个项目是吗？可以不择手段，不问过程。你让我选择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孩子跟妈妈我是没有权利选择的，因为我跟他们流的是一样的血。至于你，我可以选择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想这个问题你肯定是想清楚了。你非要我做个选择是吗？对。我选择放弃你。我们分手吧。谁怕谁啊？那个高明伟，你有打电话来求复合吗？从那天以后，他就一直出差，没有给我打过电话，只发过一条短信。他说妈妈从小把他拉扯大，他不可能为了爱情而放弃亲情。他还说，爱情没了可以再谈，可是妈只有一个，所以与其卑微的去乞讨爱情，还不如高傲的放手呢。至少我还留有一点点自尊，不是吗？所以你准备放弃了？我爸妈也发话了，他们说，如果高明伟不放弃他的儿子，他们就放弃我。不然就只能借明远的那句话，恋爱没了可以再谈。可是爸妈却只有一个，实在不行就只能这样了。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这么说，我们现在是同病相怜，都失恋了。好了，让我们为失恋干杯吧。为失恋干杯。妈，可以开饭了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哇，这么丰盛！哎，你别动筷子，现在还不可以开饭。现在只有卡卡可以吃啊，吃吧。妈妈还有一个重要的客人没到，再等等吧。客人，今天是妈妈生日，是不是老家的亲戚啊？这个我现在先不告诉你，一会儿客人来了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还跟我卖关子，妈，这些年我工作特别忙，没有跟你过过生日。今年好不容易有时间，我也不知道送什么东西给你。
希望你们喜欢。哎呦，儿子，你看看，你干嘛这么破费呢？又不是什么大生日，还破费。应该的。既然你送，妈妈就打开看看。哦，卡卡，看见没有啊？珍珠项链是奶奶最喜欢的。谢谢谢谢。应该的。哎，客人来了。哎呦，你来了，来，先换鞋换鞋。你怎么这么客气，买那么大个蛋糕呢？有点沉啊。妈妈，宝贝，又长高了，真好。来，卡卡，让妈妈坐。来，去，你坐过去吧。坐会儿啊。来，妈，心里坐。妈，您坐。坐。啊。明伟，我介绍一下啊，新磊是妈妈今天请来的最重要的客人，他今天呢是以我干女儿的身份来祝贺我的生日的。哦，对了，妈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店里真的太忙了，根本走不开。我不但来晚了，还没给你买什么礼物。你能来，就是最大的礼物，更何况还有那么大个蛋糕呢。妈，你快坐。好。对了，我上次送给您的药效果怎么样呀？尼福达的，挺好，非常好，很管用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我估计您应该吃完了，所以就又给你买了2盒。降压药不能断的。哎呀，新磊，真是谢谢你的一片孝心啊！谢谢你们俩的孝心。妈，我们应该的。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嘛。行，来吃饭吧。来，我们吃啊。哎，好。这些都是你爱吃的。哎呀，是啊，谢谢妈。来，好。来，当心，来。你好。哎，阿姨你好。你好。您这是打算要点什么？我想买点玫瑰花。哦，您是打算送给老公吧？阿姨你可真浪漫。不是的，我是替我儿子送给儿媳妇的。那这一束多少钱呢？哦，这束啊，这束要120。120？太贵了，我能买好几斤排骨呢。那要不您要1只？姑娘，我不买一束也不能买1只嘛。啊，可是1只啊，它有意义的，1只代表你是我唯一。啊，真的？哎，这个也可以啊。那就1只。哎，好。等会儿，你按照这个地址，每天给我送1只，连送1个月。不是吧？1只，您这加上快递费，还不如直接拿1束呢。照我说的做，没问题，这钱我出得起。哦，好。小梅啊，把下个月的排班表给我打印1份。啊，好的。您好，哪位是杨新磊小姐？我是啊。有人给您送玫瑰，麻烦您签收一下。哦。给。谢谢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1枝花代表一心一意，难道是客户送给你的？你喜欢啊？你喜欢送给你好了。谢谢。好啦，干活去吧。小梅啊，我下午去接儿子，晚上就不过来了，有事打我手机。好，知道了，拜拜。您好。你又来了。最后1天了，整整1个月，月满人团圆嘛，吉利啊！来吧，我签字。关系这么熟，我帮你签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再见。
哟，心蕾姐，鲜花又来了。我走了啊。嗯，拜拜。是不是奶奶给你做了很多好吃的？对，妈妈，我想上厕所。又吃多了吧？新蕾来了啊！新蕾，你在家呀？我一直给你打电话打不通，我还以为你出差了呢。我上午刚回来，找我有事儿。哎，走，我们上厕所去，快快！哎呦，走吧，进来坐会儿。好。来。啊，我不吃，谢谢。你每天送一枝花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每天一枝花？还装？你整整送了1个月。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？你这么吓人，你看。在我心里，你是唯一。高？谁是高？你呀。我知道了，你以为花是我送你的是吗？不是吗？啊，难道是？难道不是吗？新蕾，妈妈本来打算呢，每天都送1把花给你，可是花太贵了，我就决定送1枝。你不会觉着妈妈太小气吧？妈妈也是用心良苦，希望你别介意啊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起你刚追我的那会儿没什么钱，不也是每天送1枝花，送了1个星期吗？没想到你妈妈也用这一招，还真是母子连心啊！想想那个时候手头真的很寒碜，买1朵玫瑰花都觉得贵。我将来也学这一招。这女孩子1天就送1枝玫瑰花，妈妈，你是不是说女孩子看到玫瑰花什么都会答应呢？你想的还挺长远，人小鬼大，等你长大再说吧啊！妈妈，那你会答应爸爸吗？谢谢啊，谢谢光临，里边请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新店刚开张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很忙。你现在是5家高级美容院的老板，没想到你离开我之后发展的这么好。净说些酸不溜秋的话，怎么，你见不得我好是不是？哪有？你现在发展的越好，我把你重新追回来的可能性就越小。我妈可是天天杵着鞭子催我加把劲，我已经是马不停蹄。但是你这个发展速度，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追得上。你就这么想跟我复婚啊？当然，我想，你儿子想，我妈更想，民心所向，你应该知道的。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挺好的，有空的时候可以吃饭，有事情了还可以互相帮忙。我不想再过那种全心全意为别人付出，却被欺骗的生活了。真是对不起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之前干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这些事情让我知道，你在我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。我不管你接不接受，我都会继续追你，爱你。如果你不肯接受我，我就当是
上天给我的一次惩罚。如果我们不能在一起，这将是我最痛苦的事情。回到我身边，好吗？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为了支持你的事业，牺牲了自己的前途。我现在刚刚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我很享受这份工作。我在这份工作中得到了很多快乐和自信，我不想半途而废，更不希望回到那种孤独无助的状态。所以，我会考虑一下我们复婚的事情。你愿意等我吗？不管多久，我都愿意等下去。好啊，那就等我开满20家店的时候吧。20家？对呀，你觉得会久吗？